男性穿漢服時是不是一定要留鬍子呢？先給省流版結論，後給理論詳解。結論是，年輕男性或者面相顯年輕的男性完全不用留鬍子，穿樸素類漢服的男性也完全不用留鬍子。如果是中老年男性穿相对華貴的漢服，或者是面相顯老的男性穿此類漢服，就必須要有鬍子，否則會違和的。當然可以像我一樣買個於和偉版劉備的同款鬍子，需要的時候直接貼上去，這個又便宜又方便，比打理真鬍子簡單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作為一個入坑漢服不久的漢族人，我也一直在做新的嘗試，並在不斷的碰釘子總結經驗。關於男性要不要留鬍子這件事兒，我也看了很多前輩同袍的結論，包括吃瓜盟主的結論。他的意思是漢服想穿就穿，不用考慮鬍子的事兒。這說明什麼問題？說明吃瓜盟主就只關注漢服美少年，沒有關注我們漢服中年人以及漢服老年人。事實上，在男性同袍這個群體裡，中老年男性的數量非常少。之前我參加漢服群像拍攝時，現場的男性同袍就沒有比我歲數大的。如果你一眼打過去，看到的全都是20來歲的年輕人，看不見中老年人的話，你也會像他一樣誤判。因為年輕人不留鬍子是不耽誤穿漢服的，但中老年男性穿漢服沒鬍子就會非常違和。現在我們先來剖析一下原理，從當代人的審美思維定式說起。在當下這個時代，男裝一般是顏色內斂，女裝一般是顏色張揚。此外，女裝的無用類裝飾要多於男裝，男裝身上很少有無用類裝飾。與其安排裝飾，不如多安排幾個口袋。當然，我曬的例子比較極端，但大風向就是這樣，永遠是女人穿成這樣。有幾個男的這麼穿的？極少的。然後再說面容，人在足夠年輕的時候，男女的面相都是年輕態，都可以和顏色張揚且有裝飾的花哨衣服搭配到一起。女性不必多提，因為女裝本來就這樣。男性如果穿上這種衣服，就是精神小伙。這個其實還好，大家就是覺得你穿的特殊一些，但也不算啥。如果是老大爺穿上這種衣服，那就壞了。在我們天津叫老桃毛，說白了就是老流氓的意思。無論你是否有真正的流氓舉動，別人都會那麼叫，因為老態面相加上鮮豔的花哨配色，它就很容易給人那種違和的感覺，別人看着不舒服。折算到漢服上，男性的華麗漢服對應的正是張揚的顏色以及花哨的裝飾。慢說別的，這大袖子就是一種花哨裝飾，因為它沒有實用價值，純粹就是身份的象徵。這樣的衣服穿在年輕男人身上並不會違和，因為中國人已經接受過了精神小伙的文化洗禮。如果看到年輕人穿着這種衣服，只會覺得有點特別，但不會有額外的意見。換成中老年人穿這樣的衣服會有違和感，但如果加上鬍子，就可以對男性性徵進行進一步的強化，從而把那種鮮豔花哨所帶來的違和感直接壓制住。空口無憑啊，我們來舉幾個例子。比方說大明王朝1566中太監呂方這個裝束，配上沒鬍子的造型，就會讓人覺得他不是個完整的人，畢竟演的就是太監嘛。但如果給呂方加上鬍子，那種感覺就没有了。同樣的道理，小阁老平时看着很正常，但如果去掉他的鬍子，你覺得這個氣質是不是有些奇怪了？這就是中年扮相加鬍子缺失加華麗裝束所帶來的違和感。但如果換成現代裝，這個違和感又消失了，因為華麗的元素去掉了，男裝回歸了符合大眾刻板審美的樣子，所以就不需要用鬍鬚去對沖了。我們繼續看，如果給鄭密昌的鬍子去掉，你覺得如何？是不是感覺沒那麼違和？因為演員甘宇老師不僅帥，而且面相顯年輕，去掉鬍子就算有點違和感，也能被年輕態面相對冲掉。你再把何茂才的鬍子去掉試試，因為他面相不如鄭密昌年輕英俊，效果明顯就差了不少。以上這些實例就是鬍子對於華服男性的影響。如果你穿的是比較樸素的衣服，比如百姓衣或者純白色中衣，有沒有鬍子就无所謂了。因為沒有華麗元素，沒有打破刻板的男性審美，所以不用鬍子對沖也沒關係的。基於以上內容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：
當男性穿上豔麗且有裝飾成分的華服後，就超出了大眾刻板印象中男性審美的範疇。年輕面相可以駕馭一切，但中老年面相必須有鬍鬚來對沖華服的額外影響。確切點說，到了我這個歲數，也就是40歲左右，就該用鬍鬚對沖了。所以之前某高校領導穿漢服主持畢業典禮的照片，很多人說像是廠工聚會。如今回頭看去，有沒有一種可能，它不是漢服的問題，而是老態面相與華麗裝飾錯配的問題，以及沒有做好對沖的問題。隨着漢服活動的逐漸興起，會有更多的中老年人進入漢服坑，所以我有必要提前做出這個視頻來，從而讓它幫到更多新入坑的人。其實我的老粉都知道，老徐向來是不重視自己形象的，但入了漢服坑之後，想不重視也不行了，只能塌下心來琢磨，四處找學習資料，才得出了以上的結論。也歡迎同袍們留言探討。末了再說幾句，現在的北京為什麼格格裝還那麼火？因為當初那部《還珠格格》的質感那是真的好，在同類型的辮子戲裡幾乎是獨一檔的存在。這種有質感的內容就能穿越時間，潛移默化地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審美。如果我們要反擊，就要拿出同樣有質感的內容，要讓人們在看到你的內容之後，發自內心地覺得穿漢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當然了，想做出這種有質感的內容，就不要指望電視劇那個圈子了，靠他們還不如靠自己。不如就從穿上漢服走上街頭開始，在上街之後，你就大膽地給自己拍視頻、拍照片，然後發出来。現在内容創作者是沒有门檻的，很多人做這個都能行，你上你也行。大為網紅，寧有種乎？不要懼怕踩雷踩坑，不要懼怕負面評論。如果真到了一定年紀，也不要覺得貼假鬍子麻煩。為了更好的質感，這點麻煩算什麼？道理很簡單，但執行的時候一定會出問題。因為男人普遍有一個特徵，那就是不服老，哪怕面相逐漸老態了，但自己不願意承認，周圍的人也不好意思直說。如果因此忽略了鬍子，這就會直接影響到你穿漢服出鏡的視頻質感，這無論對你自己還是對漢服來說，都是一種負面的影響。所以為了更好的質感，不妨就坦然承認，該貼鬍子就貼起來，有了質感，才有了和敵人對抗的資本。記住，漢族人穿漢服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兒。當有一天漢服成為市井呼吸的常態後，那辮子戲留下的鎏金枷鎖自會崩裂成塵，並被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